我先说2个特别重要的补充的证据啊。一个是在那个物资那个筐下边发现了这个东西，热宝宝。对。接触空气后开始发热，使用完之后褐色固体颗粒。在那个祭司的下面，有这个东西使用过之后的样子。有吗？有。哪里？祭台它不是躺在这儿吗？然后它后边有一层布，然后你把那布掀开之后，底下全都是这个颗粒。你的意思是他早就死了？对啊，他想给我们看成他后死。祭司应该先凉啊，他还让他暖干嘛？那我想问你，这个热宝宝是组长用的吗？组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组长为什么要用呢？其实就是这个问题。组长他去扔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他跟三面羊罪罚的顺序是反的。对。那所以就是说，不是组长杀祭司的呀。对。我再说完另外一个发现啊，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个猜想。祭台边上的有一个火把，就是那火把没亮，就是那种立在墙上可以取下那种火把啊，上面被绳缠那个地方有2处血迹。我记得祭司后面是被炸过。组长被炸过吗？有。那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凶手，在某个时间点上用一个火把把他们俩都砸晕了，再来做后面的布置？有可能，这还是一个人杀的。对，还是一个人同时杀的。同时杀，我没太懂。他们俩为什么在一块儿呢？他好像是有一个他们俩会面的点，对吧？哦，第5天了嘛，今天的7点到8点，就是他们要在那儿念那个宋词，然后我们是都在家里面。哦，就有一个人偷袭了他们的会面现场，在7点到8点把2个人全干了。有可能。我觉得应该是凶手刚好暗合了三面羊。但是不知道罪罚的顺序，所以第2句和第3句是反顺序的。我们讨论吧，集中讨论吧。我们补充几个刚才在1对1的讨论过程当中产生的讯息。一个呢，就是哥哥跟弟弟的身份是相反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其实张弗莱才是弟弟。是个弟弟。给我剥个橘子。然后这个哥哥也就是成，他代替弟弟做了净化，从此以弟弟的身份活在了苗木窟村，这是一个点。第2个点就是我们发现的身体有余温的祭司，并不见得真的是在11点50左右身亡的，是凶手想让人们知道他是那个时间才死的。因为我们发现了热宝宝的褐色的粉末铺在了他的身子下面，而这个热宝宝打开之后，它的包装袋就被扔到了旁边的这个香炉里面。这就是我和涛发现的那个，我们有点讲不清楚它是白色的到底是什么纸啊或者怎么样，它其实就是那个热宝宝的包装袋。另外还有一个公知信息是第5天，也就是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，组长和祭司他们2个会在祭台上一起祈祷，
祈求三面羊的降临。对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村民是不能出屋的，这是绝好的下手时间。8点之后，祭司将会要进入到自己的房间去闭关，也就是说你约不出来他了。对，一直到11点半。一直到11点半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可能7点到8点就已经走了的人。而他的身体一直被保暖了。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补充的讯息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找的这个凶手呢，请大家可以来说说看，他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？我们是不是都同意，他是接到了组长11点约在水井见面的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对于所有人，包括组长来说，这个计划是从强子死的开始就变成倒计时了。对，真凶一定在那一时刻目睹了。对。也就是说，收到信的人知道自己已经被纳入了组长的计划。对。那么这个凶手他就是借了组长的计划，让自己不被杀而去杀组长。但是张福赖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，就是真正的凶器呢，其实是祭台上的一个火把。可是它有2处血迹。然后如果说这个东西是被组长用来砸死祭司，然后组长再拿着这个东西赶到水井边，再被人把这夺过去，再把组长给敲死，那在井边敲死组长那个人怎么知道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拔下来的，还给他还原回去了？那肯定是1人双杀呀！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也就是说7点到8点，凶手杀了2人，祭司和组长。我觉得这个合理的点在哪里呢？我相信组长是想杀祭司的，但是组长绝不会使用热宝宝粉，因为从我们以为这个尸体是应该死在第3个，因为我们看见3角羊就觉得它应该是3号羊，可是它是个反的东西。对，3角羊是2号羊。对，真正水井边的2角羊才是3号羊。是，所以如果按照组长的计划，7、8点杀完这个凉透透的，正好2号死者刚好，对11点再杀一个，完完全全就是3面羊的天谴。而这个人，外人他不知道羊其实3角和2角他们是颠倒顺序的，所以他以为一定要让这个祭司是死在后边的，所以他才用这个热粉粉把它保暖，让大家觉得他是在12点左右。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怎么知道第3个地方是在废弃水井呢？如果他不知道顺序的话，如果他收到了组长的那个信息，他就知道组长要杀他呀。哦，对，因为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约在了废弃水井，然后他去废弃水井发现了2角羊就在那儿，因为2角羊那个诞生地就在那儿。对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如果7、8点目睹了这2个人在这个祭台上，他双杀2个，把那个拖到水井，再用水井旁边的2角羊的那个羊角捅进去，这是合理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他对组长和祭司可能没有那么恨，但是他知道他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计划当中的一环，他必须杀2个人，完成这个所谓的天谴。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盘组长最想杀谁，就是得有几个维度，就是一个是组长想约谁，组长能约到谁，能约到谁，而且组长想约谁，就是组长想杀谁。组长想杀他，他也想杀组长。对。我们一个顺吧，组长会约荣吗？不太会，因为昨天他刚跑出去，就是组长想约他，应该也约不来。荣都没有住所，那组长有可能约勋吗？有可能。对呀，因为组长的太太现在是勋的以前的媳妇儿。他约勋的可能性，就是因为他有可能知道勋知道了他的太太是原来自己的女友。对。但是目前可能性也没有证据支撑，也还没有证据支撑。他约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勋一直在调查村里的人口的问题。对他问他你在干嘛呢？因为他自己心里有鬼。可是我是个调查人口的志愿者，
他是不能杀我的，就是他老婆都是从村外运过来的，他肯定害怕呀。听我说，如果是在这一点上的话，我宁愿会更相信他会约大，因为大是他真实的看到他在拍东西，哎，而且还拍了不少。哎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，我会把更多的可能性放在大身上。但是我只想说，他没有必要他要给我个今天走。他查到真组长了，我缺不就是课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大不是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吗？因为我给他已经被他们信了控制了。，我没有被控制，你拍的就是被他们打了。我被他们打了，他给我3天时间，让我去把那个之前那个。哎，你一个个说，一个个说，一个个说。